最近巴拉圭国内上演了一出大戏，那叫一个精彩，简直是精神分裂的现场啊！怎么个分裂法呢？你看啊，这个戏呢分两边唱，一边是巴拉圭的现任政府，他们的代表跑到联合国，那叫一个慷慨激昂。我们巴拉圭立场坚定，绝不动摇，我们跟台湾是铁哥们儿，绝不断交。哎，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掷地有声哦！传到台北，赖清德当局啊，那不赶紧得鼓掌啊！好兄弟够义气。但是各位请注意啊，戏剧性的一幕来了，就在他们政府前脚刚在联合国喊完话，后脚他们国内的反对党，注意啊，是反对党，一帮议员组了个团，悄悄的收拾着行李，他们去哪儿呢？他们来北京了。哎，你没听错啊，不光是来了北京，还去了浙江，去了重庆。这帮议员啊，在中国大陆是看也看了，走也走了，估计高低也是吃顿火锅。那这一圈转悠完了，回国了。回国之后呢，这帮议员立马炮轰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公开呼吁，我们巴拉圭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什么年代了还抱着台湾，赶紧的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政府啊在联合国喊着和台湾绝不断交，反对党组团来大陆啊喊赶紧建交，这不就当着全世界的面自己跟自己打架吗？这下台湾当局可就尴尬了。哎，你想啊，他们现在满打满算，全世界就剩下12个所谓的邦交国了。这巴拉圭啊，是这里面面积最大、影响力最关键的一个。现在这根最后的支柱自己从内部开始咯吱咯吱响了。赖清德当局哦，那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急得捉襟见肘。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了啊，哎，你是不是瞎说啊？人家反对党是不是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故意给政府添堵呢？问得好，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是单纯的政治投机，这背后啊是民意，更是实实在在的钱。咱们先说这个民意啊，巴拉圭国内自己搞了个民意调查，就2024年10月份最新的数据啊，问这个老百姓，哎，你们觉得啊，跟这个中国建交重不重要啊？你猜怎么着啊？58.3%的人说非常重要，29.8%的人说很重要，这俩加到一块儿啊，近90%了。朋友们，近90%的老百姓都形成共识了呀，都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反对党那帮议员敢组团来北京，人家有底气啊。我们代表的是民意。那说完民意啊，咱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这笔账啊，巴拉圭人一算啊，心都凉了。巴拉圭是个啥国家呢？它是个内陆国，没海岸线，它靠农业吃饭，主要是2样东西，大豆和牛肉。这2样东西啊，占了他们国家 GDP 的30%，说白了就是靠这个活着。问题来了啊，全世界现在谁最爱买大豆，谁最爱买牛肉？没错，是中国市场。巴拉圭人自己统计了一下啊，他们出口的大豆 78% 最终是卖到了中国，他们出口的牛肉 63% 最终也是卖到了中国。哎，这按理说啊，中国是最大的买家，他们是最大的卖家之一，这个生意不该是红红火火吗？可是坏就坏在他俩没有建交，没建交就意味着直接贸易的路是堵死的。那怎么办呢？巴拉圭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大豆，养出来的牛，不能直接拉到中国的港口，他们必须转口贸易。巴拉圭的货呢，要先拉到隔壁的邻居，比如巴西或者是乌拉圭。那巴西的中间商一看，哎，巴拉圭的货来了，先过一道手，贴个巴西的标，再加一层价。乌拉圭的中间商也是一样啊，再过一道手，再加一层价。这些中间商层层盘剥，等于是2道贩子、3道贩子。那最后的结果是啥？巴拉圭的出口成本啊，硬生生比别人高出了30%。这30%是谁的钱呢？是巴拉圭农民的血汗钱啊。那这么一折腾啊，巴拉圭每年因为这个转口贸易啊，损失将近了10亿美元，每年10亿美元白白扔水里了。换你是巴拉圭的老百姓，你干嘛？这还不算完，出口受阻，进口呢？2024年巴拉圭从中国进口了多少东西啊？51.83亿美元。咱们的手机啦、电脑啦、衣服、小商品啊，源源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卖过去，占了他们总进口的37%。哎，你看这个账啊，他们买咱们的货花了51亿，他们卖东西给咱们，却因为没有建交，被中间商坑了10亿。那这种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啊，别说是老百姓了，他们国内的商界早就怨声载道了。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巴拉圭人啊，心里苦，但是更苦的是啊，他们一抬头发现邻居们都发财了呀。就说洪都拉斯啊，2023年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了。那建交之后咋样了？
人家的咖啡和香蕉啊，以前卖不动，现在激增，订单拿到手软。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啊，哗哗的往里进。2023年，洪都拉斯经济增速达到了6%。再看那两个大邻居啊，巴西和阿根廷，这俩早都跟中国建交了，靠着对华的直接贸易啊，人家的农业出口年年攀升。咱们的比亚迪去巴西建厂了，咱们的中核集团去阿根廷投资了，这带去是啥？是就业呀，是实实在在的当地老百姓的工作岗位啊。Quando vem uma indústria como essa, a tendência do comércio é desenvolver, que ela começa a fornecer, tem a parte de restaurantes, o turismo melhora, tudo que tem dentro da cidade tem a condição de se desenvolver, porque você gera mais emprego, não só diretos, como os empregos indiretos. Hoje Camaçari surfa um novo momento, as pessoas estão com um sorriso estampado no rosto, os trabalhadores estão alegres, as pessoas estão de fato construindo seus sonhos novamente. 那这个对比啊，实在是太鲜明了啊！巴拉圭人坐在家里啊，左手看看洪都拉斯，右手看看巴西、阿根廷，这下巴拉圭各界都看明白了啊！台湾当局给的那些空头承诺啊，根本没法替代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啊！跟中国建交才是发展的正途。面对巴拉圭这近90%的民意和这10亿美元的怨气啊，赖清德当局能怎么办呢？说实话啊，他快没招了。自打他上任以来啊，这8年多，民进党当局已经丢了10个所谓的邦交国了。现在就剩12个了，而且这12个里啊，好几个天天都在亮红灯，间接的意愿是持续升温，对外邦交一塌糊涂，对内呢，赖清德的支持率啊，现在只剩下30%出头，不满意度逼近了60%。各位，这在台湾政治史上是崩盘级的数据啊！内外交困没别的办法了，只能重拾那个最老套也最失灵的办法——金钱外交。说白了就是砸钱。巴拉圭的总统贝尼特斯这回也不跟你客气了，他看透了台湾当局的底牌，他直接给赖清德下了最后通牒：老赖啊，你看啊，我国内这帮反对党天天闹着要去北京，我这压力很大啊！要不这样，你再给我追加10亿美元的投资，要么你就多买我们10亿美元的大豆和牛肉，你自己选吧。不然的话，后果自负。这哪是外交啊，这不就是勒索吗？台湾当局每年拿着岛内老百姓的血汗钱，到处去买邦交，但这就像个无底洞啊，你根本就填不满。你还记得尼加拉瓜断交时的场景吗？那才叫颜面尽失啊！当时台湾当局啊，一看尼加拉瓜要跑，急了呀，说不行，我得赶紧把我那使馆的资产转移走，卖掉。结果呢，尼加拉瓜政府直接派人把使馆给拦下了。对不起啊，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你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你们这些资产，大陆对他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你们一个子儿也别想带走。哎呦喂，那真是啊，脸都被打肿了。有人可能又说了，台湾当局不是有靠山吗？美国呀。这事儿啊就更寒心了。台湾当局真正绝望的是啊，他们这个美国最近对他们是冷处理。特朗普那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商人嘛，一切向利看。他们为了推动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刻意把台湾问题给淡化了。当时台湾当局的高层想过境美国，说白了就是想去美国刷个脸，搞点政治作秀。特朗普直接给拒了。本来美国和台湾计划要搞一个防务高层会谈，台湾那边兴冲冲的准备，结果呢，美国那边把这个会谈降级了。那不光降级啊，开会的地点从华盛顿改到了阿拉斯加，让次一级的官员啊跑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去开会，这叫什么呀？这叫打翻啊！美国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啊，把话说明白了，你台湾不过是我手里一个筹码，当我需要你用你来牵制中国大陆的时候啊，你很重要。当我为了跟中国谈生意需要你安静的时候啊，你就得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阿拉斯加。那所谓的安全承诺啊，从来都没靠谱过。跟台湾当局那种被动挨打、砸钱续命不一样，巴拉圭反对党这次来大陆访问啊，那叫一个主动。代表团的团长叫佩雷拉，这个人啊，说话很有水平。他见到中方人员，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这次来不是来祈求援助的，也不是来要馈赠的，我们是来干嘛呢？我们是来探索巴拉圭人民能拥有什么样的发展机会的。”哎，你听听这个话啊，他把姿态放得很正。我们是来谈合作的，平等互利的。他主动亮出了巴拉圭的3大核心优势。第一，我们劳动力年轻，比例非常高，我们有人口红利。
第二呢，我们有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我们搞绿色发展有底气。是第三呀，我们的地理位置有战略性，我们是南美的心脏，连接好几个国家。你们的货可以通过我们辐射南美。这3张牌亮得漂亮啊！这3点跟咱们中国的市场、技术、资金需求那叫一个高度契合。更觉得还在后面亮完优势，佩雷拉话锋一转，开始自揭伤疤。当然呢，我们也必须坦诚，我们巴拉圭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呢，我们的法律还不太确定，我们办签证很困难，我们的官僚作风很严重。他公开承认这些问题然后说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必须加以改进。各位，你看看这种坦诚务实的态度跟咱们大陆的开放政策一下就呼应上了就在2025年5月，中国对巴西、阿根廷这些拉美5国实施了免签政策，这一下中拉之间的人员流动、资源整合立马就加速了。咱们的中企在拉美已经打造了多少成功的样板了？巴拉圭反对党正是看到这种巨大的合作潜力才主动示好所以聊到这儿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台湾当局想用金钱外交去维系的那种虚幻的邦交，在大陆实实在在的市场红利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面前早就不堪一击了大陆的统一策略一直都是刚柔并济的。你看现在的赖清德，美国对他冷漠处理，巴拉圭跟他明码要价，岛内的民生经济又是一团糟，他那个抗中保台的剧本还怎么演得下去有句话说得好，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现在全世界182个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已经成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洪都拉斯到瑙鲁，再到现在的巴拉圭，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清了现实，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台湾当局那些所谓的邦交国一个个清零那都是时间问题。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聊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